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种常见却常被忽视的营养宝库黑豆。许多人都知道黑豆有益健康，但你知道吗？有90%的人可能都吃错了黑豆，不但没吸收到营养，甚至白白浪费了这种补肾之王的价值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透露了黑豆最补肾的3种吃法。可惜很多人一直不知道到底黑豆的营养有多厉害。为什么说大多数人都吃错了？又该如何正确食用才能发挥最佳补肾效果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把关于黑豆的种种秘密一次讲清楚。首先，我们先从黑豆本身的营养和功效开始说起。黑豆凭什么被称为豆中之王、补肾之王？原因就在于它惊人的营养含量和广泛的健康益处。黑豆看似其貌不扬，实则内藏乾坤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得惊人，每100克黑豆中蛋白质将近含有40%，相当于肉类的2倍、鸡蛋的3倍。这意味着黑豆是一种非常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，而且热量相对较低。吃黑豆有饱足感，却不容易发胖。难怪民间有句话，要想长寿，常吃黑豆。黑豆不仅蛋白质丰富，还蕴含多种对健康有益的成分，例如膳食纤维、维生素，如维他命 A、维他命 E 等，以及铁、钙、镁、锌等矿物质。在黑豆乌黑的外皮中，更隐藏着高含量的花青素和类黄酮等植化素，这些都是强力的抗氧化剂。因此，黑豆又有天然维他命丸的美誉。简单来说，一把黑豆就仿佛一把浓缩的营养胶囊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已经明白黑豆为何能获得豆中之王的称号了吧？除了营养密度高，黑豆还有许多令人赞赏的健康功效。我们可以归纳出黑豆的5大惊人功效，让你认识为何它既被中医誉为补肾之王，又被营养学家称作血管清道夫。第一大功效，滋补肾脏，延缓衰老。在中医理论中，黑色入肾，黑豆天生与肾脏有缘，被视为补肾养生的上品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，黑豆味甘，性平，无毒，可以入药，具有活血、滋阴、补肾、除湿利水、解毒等功效，还能润泽肌肤、乌须黑发。意思是说，黑豆能够补益肾精，改善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、乏力、耳鸣等问题，并且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和解毒。从现代观点看，这其实也不难理解。肾脏功能好，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就协调，精气足，衰老速度就放慢。黑豆所含的花青素是强效的抗氧化剂，它在体内可以清除自由基，减少细胞老化损伤。科学发现黑豆的抗氧化能力极强，每100克黑豆大约含有200多毫克花青素，几乎媲美有超级水果之称的蓝莓。而花青素的抗氧化威力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。经常食用黑豆有助于抗衰老、延年益寿，难怪有人把黑豆当作日常养生抗老的法宝。另外，中医还讲肾主骨，肾髓，肾气充足，有助于强健骨骼和大脑，所以补肾不仅强身，还可能让头脑更灵活。总之，黑豆滋补肾脏的同时，全身状态都跟着提升，人显得更年轻有活力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白发早生，听力变差，腿脚无力，大家以为是自然老化，其实中医看来多与肾气不足有关。如果及早通过饮食补肾，比如常吃黑豆，就能推迟这些衰老症状的到来。曾有一位90岁高龄的中药师特别爱吃黑豆，他精神矍铄地分享到，别小看每天一把黑豆，它能让同龄人10年后出现的毛病，在我身上推迟10年。这番话道出了黑豆滋补强身、延缓衰老的效果。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想保持年轻，不妨学学老前辈的智慧，把黑豆纳入日常饮食中。第二大功效，护心养血，清理血管。黑豆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，叫血管清道夫。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，黑豆富含对心血管有益的营养素，包括大量膳食纤维、植物固醇、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胡皮素、皂苷等活性物质。这些成分能够协助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，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，从而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。简单说，常吃黑豆有助于降胆固醇，
通血管，让血管保持弹性不堵塞。黑豆还含有丰富的钾，且钠含量低，这种高钾低钠的特性特别有助于控制血压，减轻高血压的风险。同时，黑豆中的花青素能改善微循环，使血液流动顺畅，也对稳定血压有帮助。曾有大型研究发表在营养学杂志指出，经常食用豆类，包括黑豆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明显低于很少吃豆类的人群。可见，黑豆对心脏和血管的保护不仅是理论推测，更有科学数据的支持呢。除了对血管有益，黑豆丰富的铁质和叶酸也是补血养血的好帮手。100克黑豆所含的铁大约相当于猪肝的含量，对于缺铁性贫血或女性经期后补血都很有益处。女性朋友常说脸色蜡黄没气色，多半是气血不足，建议适当吃些黑豆来调理。黑豆补血又养心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红润年轻，看起来神采奕奕，这也是所谓补血养颜的由来。所以说，黑豆在强健心脏、降血压、补血养颜方面的作用堪称一绝。难怪营养师们都把黑豆列为心血管保健食物的明星。第3大功效，促进消化，预防便秘。很多人或许不知道，黑豆其实也是维持肠道健康的好食材。因为黑豆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膳食纤维，每100公克黑豆含有将近18公克纤维，比常见的黄豆纤维还要高，几乎是等重苹果的2倍。而且黑豆的纤维多属可溶性纤维，对促进肠胃蠕动特别有效。经常适量吃黑豆，可以帮助肠道蠕动，让排便更顺畅，进而改善便秘的困扰。不仅如此，黑豆还含有一些特殊的碳水化合物，比如水苏糖、棉子糖等寡糖。这类物质其实是一种益生元，可以成为肠道中有益菌的食物，增强肠道菌群的活力。同时，寡糖也能刺激肠道蠕动，有助排出肠胃中积聚的气体。如果你容易胀气或消化不良，黑豆反而能在调理得当的情况下帮你排气顺畅。总之，黑豆富含纤维又有益生元成分，对维护消化系统健康十分有益。现代人普遍饮食纤维不足，导致肠道问题多发，而一小把黑豆就能提供丰富纤维，帮助清肠排毒。所以把黑豆当作日常粗粮的一部分，对预防便秘、维持消化系统正常运转大有好处。第4大功效，抗氧抗癌，提升免疫。除了以上几点，黑豆里的某些成分还展现出抗癌潜力。研究人员发现，黑豆种皮中含有多达8种不同的类黄酮，其中的花青素能延缓体内不正常细胞的生长，促进癌细胞的凋亡。黑豆所含的皂苷更是所有豆类中最高的实验证明，皂苷可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，特别对预防大肠癌可能有益。虽然黑豆不是什么抗癌药，但它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质，长期来看有助于降低细胞癌变的风险。再加上黑豆补肾益气，提高身体的元气，整体免疫力也会随之增强，肾气足，气血旺，身体的抵抗力自然更好，对抗疾病的能力提升，这也是黑豆间接强健免疫的一环。所以把黑豆纳入日常饮食，不仅是补营养，还等于给身体的防御系统增加了一层保护。综合以上几点，我们可以看到黑豆在抗衰老、补肾、护心、养血、通便、抗癌等多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，难怪古今中外都对黑豆推崇备至。黑豆的确是个宝，但前提是你要吃对方式。如果吃的方法不对，再好的食物也无法发挥作用，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吃黑豆时都犯了一些常见错误，导致营养打了折扣。老中医直言，有3大误区，很容易让黑豆营养全白费。看看你中了没有？第一个误区是黑豆没有充分烹煮熟透就匆忙下肚。有些人为了追求营养，觉得煮的时间越短越好，或者干脆拿没煮烂的黑豆来嚼，结果反而引起肠胃不适。黑豆本身质地比较坚硬，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一些抗营养物质，例如植酸、胰蛋白酶抑制剂等。如果没有先浸泡软化或完全煮熟煮烂，这些物质会影响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吸收，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、腹胀，特别是脾胃比较虚弱的人，
吃了未煮透的黑豆容易胀气甚至腹泻。可以说，黑豆虽好，但一定要煮透煮软再吃，否则营养吸收不佳还可能伤胃。正确的做法是，烹煮黑豆前先用清水浸泡至少6到8小时，最好隔夜，让豆子吸水膨胀变软。浸泡不仅软化豆子，还能溶出部分引起胀气的寡糖，减少肠胃负担。泡发后的黑豆要长时间煮熟，煮到用手一捏就碎，入口粉糯的程度才算完全熟透。您可以利用电锅或高压锅把黑豆炖烂，既省时又省力。记住，豆要煮烂才好吃又好吸收，千万别嫌麻烦而偷工减料。如果担心黑豆有豆腥味，还可以在煮的时候加入一片姜或几块橘子皮去腥，这样煮出来的黑豆更香更容易消化。总之，不煮烂的黑豆别急着吃，否则营养吸收不到，肠胃还要受罪。这是吃黑豆的大忌之一。第二个误区是吃黑豆贪多求快，一次吃过量。听说黑豆营养好，很多人就恨不得天天吃一大碗，觉得多多益善。但事实上，黑豆虽然好处多，多到过量反而有坏处。我们前面提到，黑豆膳食纤维丰富，吃太多会让肠胃负荷不起，引发胀气不适。而且黑豆的蛋白质含量极高，大量摄入蛋白质对于肾脏其实是一种考验，尤其是有慢性肾病或肾功能不全的人，大量吃黑豆可能加重肾脏负担，让身体反而吃不消。此外，黑豆和许多豆类一样，嘌呤含量不低，吃得过多可能导致体内尿酸升高。对痛风患者来说，过量摄取黑豆可能诱发或加重痛风发作，对高尿酸的人群也是如此，吃太多反而弊大于利。那么每天吃多少黑豆才合适呢？并没有绝对的标准，但一般建议适量原则，以干黑豆计算，每天20到30克左右足矣，也就是一小把的量，大约煮熟后半碗。这个分量的黑豆足以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，又不至于让您肠胃不适或营养过剩。如果是做醋泡、黑豆等养生小零食，那每天吃个7、8颗即可，不需要很多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黑豆这么好，我可不可以当饭吃，一餐吃一大盘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任何食补都要讲究点到为止，持之以恒，而不是暴饮暴食。黑豆虽然是食物，但吃过量其实近似于药，补过头也会有副作用，所以千万不要走进一次吃越多越好的误区。记住一句话，黑豆每天适量吃，长期坚持吃，比一口气猛吃来得更安全有效。第三个误区是错误的处理方式导致黑豆营养流失。不少人在烹调黑豆时会无意间把最精华的部分给丢掉了。例如，有些人煮黑豆豆浆，习惯把豆渣过滤丢弃，结果把纤维、花青素等营养也一起倒掉。黑豆的黑色豆皮中富含花青素和各种营养，过滤之后皮渣被丢掉，等于损失了相当多的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，实在可惜。正确的建议是，如果不介意口感，黑豆豆浆最好连渣一起喝，这样营养最完整。如果一定要过滤渣子，那不妨将滤出的豆渣用来做饼或加入面糊，不要直接扔掉，尽量物尽其用。另一个常见的疏忽是浸泡黑豆的水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浸泡能去除部分引起胀气的物质，但同时也会溶出一些水溶性营养，比如花青素和维生素 B。 在泡过黑豆的水中，你会看到颜色变成淡紫黑色，那就是花青素溶出的证据。如果把浸泡水直接倒掉，这部分营养就浪费了。当然，泡豆水可能也有少量豆腥和难消化的成分，所以比较平衡的做法是，泡豆之后用新水下锅煮，但煮的时候水不要加太多，刚好煮透为止。煮好的汤汁也一并喝掉，这样既避免直接喝生冷的泡豆水，又能保留大部分煮出来的营养于汤里。一些老一辈还有炒黑豆后再煮的做法，先将黑豆干炒，或用少许盐水炒至豆皮为裂。据说这样处理能减少黑豆的毒性，其实就是降低胀气物质，也不易破坏内部营养。之后再用这些炒过的黑豆来煮水或煮汤喝，营养和风味都更佳。这些传统智慧其实都有它的道理，核心就是避免不必要的营养流失。因此，吃黑豆时千万注意，
不要随便丢掉豆皮和豆渣，那是精华所在。也不要在处理过程中让营养水流失太多，只要多用点心思，你就能把黑豆的营养锁住，不会白白浪费。说完了黑豆的好处和吃黑豆常见的错误，我们终于来到大家最关心的部分。既然黑豆这么补，那老中医口中补肾效果最好的3种吃法到底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就为大家公开这3个食疗秘方，都是简单易行的居家吃法，却能最大程度发挥黑豆的滋补功效，尤其对肾脏好处多多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赶紧拿小本本记下来了吧。第一种吃法，黑豆搭配核桃、枸杞3剑客合璧，打造最强补肾方。在众多黑豆食谱中，若论对肾的滋养，黑豆加核桃加枸杞的组合可谓堪称第一。这3样食材个个都是补肾佳品，黑豆入肾补精，核桃补肾固本，还养脑健脑，枸杞则补肾益精，养肝明目，被誉为肾之果。3者搭配在一起，等于组成了补肾3剑客，强强联手，滋补效果远超单独食用。老中医常说黑豆配核桃，腰不酸腿不软，就是指把黑豆和核桃一起吃，对于腰膝酸软、肾虚劳损的人特别有帮助。加上枸杞这位平补阴阳的中药食材，对肾虚引起的各种不适都有调养作用。那么黑豆、核桃、枸杞具体怎么吃呢？这里教大家2种简单的做法。其一，煮粥，取黑豆1小把，提前浸泡过夜更佳，淘洗的白米或糙米半杯，再抓1把核桃仁，加入适量清水，一起煮成香浓的黑豆核桃粥。粥将熟时，再放入1小撮枸杞子，烧煮片刻即可。这样煮出的黑豆核桃枸杞粥香甜可口，里面的黑豆松软入味，核桃熬得软烂浓香，枸杞甜润不酸，既是早餐佳品，也是滋补肾虚的食疗粥品。一碗下肚，暖暖的，特别舒服。其二，打豆浆，把泡发的黑豆和适量核桃仁放入豆浆机或调理机，加水打磨成黑豆核桃露。打好后，再把枸杞放进热豆浆里浸泡几分钟。你会发现黑豆的醇香配上核桃的浓郁，再带点枸杞的清甜，非常诱人好喝。这杯豆浆不仅口感香浓，还包含了完整的黑豆营养和核桃的优质油脂，枸杞的微量元素可谓营养满分，而且打成浆后更易吸收，对一些咀嚼和消化能力较弱的长者特别友好。核桃、黑豆、枸杞这个组合，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养肾3宝浆。每天早上来1碗，补肾养生效果一级棒。坚持一段时间，你或许会发现腰酸背痛减轻了，精神气色变好了。这就是3宝合璧发挥了作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无论是煮粥还是打豆浆，黑豆和核桃都属于偏滋润温补的食材，而枸杞稍带甘温，所以这款组合平和无刺激，大多数人都适合。但如果您本身属于体质偏热或感冒发烧期间，枸杞可以减量或暂时不加，等身体平和时再用。总的来说，黑豆加核桃加枸杞这道补肾方，材料简单，药食同源，长期食用能润养肾精，强健体魄，是老中医们极为推崇的养肾秘方之一。现在您知道了吧？原来黑豆还可以这样和坚果、药材搭配着吃，把营养价值和功效都提高了好几个档次。第二种吃法，醋泡黑豆，传统妙方，软化肾宝，让营养易吸收。提到醋泡黑豆，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听说过，这是近年来很火的一个养生偏方。其实它早就存在于民间智慧中了。醋泡黑豆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醋来浸泡黑豆。为什么要用醋泡？原理其实很简单，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，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分解力。把黑豆泡在醋里，醋酸可以慢慢渗入豆子内部，将坚硬的黑豆沁软，同时溶出黑豆中的一些矿物质和花青素等营养，使其更易于人体吸收。醋本身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搭配补肾的黑豆，据说对腰膝酸软、风湿关节痛等症状有改善效果。一些老中医常建议有退行性关节痛的中老年人每天吃几颗醋泡黑豆，既补肾又缓解疼痛，效果相当不错。那醋泡黑豆应该怎样制作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挑选质量好的黑豆，以颗粒圆润、表皮乌黑有光泽的品种为佳，
洗净晾干水分，建议先将黑豆放入炒锅中，小火干炒5分钟左右，炒到豆皮微微裂开，闻到香气，然后关火放凉。这一步骤可以去除黑豆的生豆腥味，也让豆子更容易浸透。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罐，将炒过的黑豆倒入罐中，然后倒入适量的食用米醋或老陈醋，醋量以没过豆子为准，盖紧瓶盖，放置在阴凉避光处浸泡1周左右。大概7天之后，您会看到黑豆渐渐膨胀变大，醋的颜色也加深了许多。这表示黑豆的有效成分已经融入醋液中，同时豆子也变酥软可食，此时就可以开始食用了。每天早晚各挑出7、8颗醋泡黑豆，直接嚼服，或者饭后吃，更温和，酸酸甜甜中带着豆香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如果觉得直接吃酸不习惯，可以把醋泡黑豆加温水冲一冲，减少酸味再吃。长期坚持，每天10来颗，不出1-2个月，你可能会发现原本畏寒怕冷的情况好转了，腰腿也比较有力了。这归功于肾气得到补养，加上醋活血通络，改善了末梢循环。许多体验过的人都说，醋泡黑豆对缓解下肢酸痛、降低血压和胆固醇也有帮助，难怪大家称它为平民养生秘方。需要提醒的是，醋泡黑豆虽好，但醋酸终究刺激性较强，胃酸过多或胃不好的人要慎用，避免空腹食用。另外，每次吃的量务必控制在10粒以下，不可贪多，否则摄入过多醋酸反而对胃肠不利。掌握好方法和度，醋泡黑豆将会是您日常养肾的一个奇招，方便又实惠。第3种吃法，黑豆杂粮粥或黑豆饭日常代餐，营养均衡好消化。除了以上2种偏向小食疗或养生方的吃法，其实最简单也最容易坚持的，莫过于把黑豆融入日常3餐中，比如煮一锅黑豆粥，或者蒸一锅黑豆饭，将黑豆当作主食的一部分，不仅可以补充营养，还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，一举两得。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在家煮黑豆杂粮粥，取适量的黑豆和米、白米、糙米、小米都行，看个人口味，再搭配一些自己喜欢的杂粮，如燕麦、红豆、薏仁等，一起熬煮成粥。黑豆需要提前浸泡过夜，使之容易煮烂。把所有食材放入锅中后，多加一些水，小火慢熬至豆烂米开花，一锅香浓的黑豆杂粮粥就煮好了。如果喜欢吃甜，可以加红枣、南瓜等一起煮。喜欢咸口的，煮好后加一点盐调味，也是别有风味。这样的粥非常营养均衡，黑豆提供蛋白质和铁质，其他杂粮提供碳水、维生素和更多的纤维。一碗粥下肚，既填饱了肚子，又摄入满满营养和膳食纤维，对于肠胃也是种温和的调理。另外，煮黑豆粥可以批量制作，一次多煮一些，冷藏保存，隔天热一热就能喝，特别适合快节奏的上班族当早餐或晚餐。此外，做黑豆饭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方法也很简单，白米或糙米中加入一把泡好的黑豆，一起放入电饭锅正常煮饭即可。记得水量比平时煮饭稍多一点，因为黑豆也需要吸水。煮出来的米饭夹杂着乌黑的黑豆粒，看起来有食欲，吃起来软糯中带粉香，非常可口。黑豆饭可以作为主食，搭配各种菜肴，比单纯白饭更营养，也更有饱腹感。许多糖尿病人或者减肥人群会用黑豆饭替代部分白米饭，借此增加纤维摄入，降低餐后血糖反应，又能补充额外的蛋白质，一举多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想让黑豆饭更补肾，可以套用刚才的3宝组合理念，在煮黑豆饭时加点切碎的核桃仁和枸杞一起煮。核桃会随着米饭一同蒸熟，增添饭里的香气和营养。枸杞最后放入饭锅焖几分钟就好，以免久蒸破坏养分。这样做出的黑豆核桃枸杞饭，淡淡的坚果香混着黑豆的豆香，枸杞的甜香，每一口都能嚼到惊喜。长期吃这样的强化版杂粮饭，对肾虚体弱的人很有益处。总而言之，将黑豆融入正餐，是最自然不过的养生方法，不用额外花时间，潜移默化就把身体养好了。介绍完这3种黑豆的食用方法后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黑豆浆、黑豆粥
醋泡黑豆哪一种吃法最营养呢？其实各有千秋，关键看您注重的是哪方面的营养，以及您的个人情况。黑豆浆因为经过磨碎，营养释放充分，蛋白质、脂肪都变成细小颗粒，人体吸收率很高。如果连豆渣一起喝，那膳食纤维和花青素等也一并摄取了，是相当全面的吃法。对于消化能力较弱或牙口不好的朋友，黑豆浆无疑是最容易吸收营养的方式。而黑豆粥、黑豆饭胜在保留了全部食材原形，没有过滤或丢掉任何部分，该有的营养全都有。而且因为与米饭、杂粮同煮，营养更为均衡，不会单一偏补。但是煮粥或饭需要长时间加热，像维生素 C 这类怕热的成分可能会有所损失。不过黑豆本身维生素 C 含量并不高，影响不大。至于黑豆中的花青素，长时间熬煮会有部分被氧化或分解，所以粥和饭的抗氧化效力可能略逊于其他吃法。但胜在您能摄取较多的黑豆量，饱腹同时摄营养，一举两得。醋泡黑豆则是一种以静制动的吃法，它几乎不经高温烹调，最大程度保存了黑豆中怕热营养，比如花青素、部分维生素的活性，而且醋酸环境能保护花青素，使其更稳定，所以醋泡法在抗氧化保健上有独特优势。然而，醋泡黑豆究竟没有经过煮熟，因此其中蛋白质等大分子营养并没有被热分解，吸收率会稍低，而且一次只能吃少量，无法像喝豆浆那样摄入太多。所以综合来看，如果您的目的是全面的补充蛋白质和日常营养，黑豆浆和黑豆杂粮粥是很好的选择。如果特别看重抗氧化、抗衰老，或者想辅助降血脂、降血压，那么每天嚼几颗醋泡黑豆效果明显。而最理想的其实是将这几种方式结合起来，交替食用。早餐来杯温热的黑豆核桃浆，午餐配碗黑豆饭，饭后或睡前再尝几粒醋泡黑豆当养生零食。一天3种不同形式，营养和保健兼顾，黑豆的价值就被你充分发挥出来啦。当然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的朋友，只要选择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坚持下去，长期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。聊到这里，我想您对黑豆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作为天然的营养补给站和补肾良方，黑豆确实值得登上您的餐桌。最后做个小小总结，黑豆富含优质蛋白、纤维和抗氧化物，是名副其实的补肾之王和豆中黑金。正确食用黑豆可以补肾养精，强健骨髓，保护心脏血管，调理气血，美肤乌发，延缓衰老，还能促进肠道健康，预防慢性疾病。如此种种好处都藏在小小一颗黑豆里，关键就看我们能否掌握正确的钥匙去打开这座宝库。很遗憾，以往有高达 90% 的人没吃对黑豆，错失了营养。但是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黑豆的真正价值和最佳吃法。记住，避免误区，黑豆一定要煮熟煮烂再吃，切勿暴饮暴食，善用浸泡和巧妙搭配来留住营养。然后尝试我们介绍的3种吃法，每天坚持喝点黑豆、核桃狗、奇浆或粥，饭桌上出现黑豆杂粮饭，闲来无事搅几粒醋泡黑豆做保健。相信不久之后，您就能切身感受到黑豆带来的改变，或许是腰腿更有劲了，或许是皮肤红润了，或许是血压血脂稳定了，也或许只是单纯的感觉精神头比以前好了。这些都是黑豆默默起效的证明。古人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而黑豆正是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食补瑰宝之一。现在您已经知道黑豆应该怎么吃，才不会营养白白浪费了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您和家人，把这廉价又神奇的小黑豆用出大大的功效。从今天开始，不妨就给自己煮一锅香喷喷的黑豆粥，或者泡上一罐醋豆，亲身体验一下老中医口中的养生密码吧。坚持下去，您一定会成为那10%吃对黑豆的人，收获健康与活力。